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6年1月30号，也就是1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么，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了。那么，请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确认一下这个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秦朋友你好，每次都非常准时。好，声音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这个赶紧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讲这个大盘了，我们就直接说一下大家的提问了。那么先看一下，秦朋友问了一个比特币，丽丽朋友问了一个比特币是吧？然后我们再看那 AMD， 先看一下比特币。那么比特币的话，我在做周末直播的时候，忘了是不是丽丽朋友问的还是谁问的？我们当时说过，比特币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个情况，就是在它的这个周线上出现了一个2、3脉重合的这么一个卖点，对吧？当时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已经说过，如果说这个卖点成立的话，那就可能去再次跌破这个前面这个8万多这个低点。所以说，现在看来是要去跌破这个前面这个80524之后，看它会不会出现一个背驰。尤其在1月29号这天周四的时候跌得非常快，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所在。那么现在看来跌破它之后，我把这个画图软件弄出来。这个现在跌破这个之后，现在这个 MACD 都下去了，这个对这个多头来讲是非常不利的。现在这个 MACD 已经到0轴以下了，然后你看这个张口，我们看一下裸 K， 现在这个 MACD 的张口开始张大，这个快慢线的张口啊开始张大，柱子的长度开始伸长，这都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这个比特币，或者说有这个看好比特币的话，现在做多是相对危险的。等它跌破80524之后再看，因为它这个现在在日线这个周期，就从最高点下来的话，这里是一个 A 中枢，这里是一个 B 中枢。如果跌破它的话，那就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针对这个 B 中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是不是有背驰。但现在如果说它继续向下张口往下走的话，那就可能跌得比较深了。那就看周线上，肯定要先踩一下这个120周线之后，再看它是不是还要继续往下打。所以现在针对比特币啊，什么虚拟币，需要相对的小心一点，因为毕竟现在主要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政策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支撑，或者说没有任何的利好出来。
之前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前，他许诺了很多，这个政策吧，还是许诺了什么？然后他的家族，他的儿子，尤其是他的小儿子，还创立了这个很多跟比特币相关的，但是政策没出来，所以说现在这个对比特币有点尴尬。那么，对于我们，但是呢，我建议是不要上杠杆，不要去做合约，你就这个叫什么？买 ETF 就好了，长期拿。你只要那个不上杠杆的话，你都能扛得住这种下跌。而且现在已经是币中枢的一个下跌了，但现在这个离开啊，现在这个力度还没有出现非常减弱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要看，它也可以不跌破这个80524，先弹一笔再下来也可以，或者说这里给你慢慢爬一下，给一个3脉，就这里爬一下之后再跌破这个50824也可以的，对吧？所以如果说真的能够爬一下，甚至是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再跌破也可以。这样的话，任何的反弹，就这么说吧，简单来说，任何的反弹你都要减仓，而不是去这个做这个反弹，因为现在这个空头力度强的时候，我们就不做反弹。所以说，任何反弹先减仓。好的，是针对这个比特币。那么我看一下，秦朋友问了一个 AMD。AMD 的话，最近这个也是 AMD 啊，之前这个是上到266.7这个位置，我们之前是分析的是30分钟，好像我记得30分钟这段一段上来，我不知道你在266.96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是在哪个位置，有没有做减仓动作？起码这个位置出现顶分型之后，然后这里又开始做横盘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回落也够一笔了，你有没有先做减仓动作？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针对这个结构的话，现在还是一个潜在的一个3买，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这波的回落，现在内部是个什么结构？肯定是有。我们简单看，在日线上看的话，这里有中枢，这里有进入段，这里有离开段，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到它的小周期上看一下有没有背驰，看一下1小时。那么1小时，这里走的有点这个犬牙交错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类似心电图似的。那么不是很结构不是很清晰。那么这里如果说按照1小时严格定义的话，我们看这里第一笔可以画到这里，然后第二笔到这里，然后这里就不够了。所以说还是30分钟，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更清晰的结构。因为30分钟跟60分钟这两个结构级别这个差不多，所以说你可以如果说60分钟不够清楚的话，你就看30分钟。那么就是说，秦朋友，如果说你当时在，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卖在这个266.96附近，就出现日线顶分型附近的话，那这些反弹的时候，你都应该做减仓动作，因为它明显是偏弱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说，宁可卖在它的反弹的高位，你就卖在256，都比你一直拿的强，对吧？所以现在，它这里是尝试过出现离开，但是也是只是4根，然后又快速拉回去了，然后又被拉回来了，所以走得非常碎。那么现在这个日线上是有一个潜在的出现支撑，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黄金分割的话，黄金分割是快到 0.5 了，那么看它能不能够这个在这个位置，因为它现在在 0.5 和 0.382 之间得到了支撑，对吧？黄金分割我也说过多次，不是说这个一个什么魔法数字啊，还是一个很这个神奇的杠杆，不是神奇的那个工具啥的，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位置可能得到支撑，可能有这个反弹了，或者说能够这个转折了，对吧？那么它在2月3号，也就是下周，我们看一下下周几这是，下周二盘后要出财报了，所以说位置，如果说周线上是在第5笔，从76.48上涨的话，是一个1、2、3、4、5，但是没有突破前面这个最高点，对吧？所以说现在但是在周线上是第5笔，如果说它这个第5笔能够因为财报的原因往上冲一下也可以，也就是说再次突破这个267这个。267这个历史看一下是不是历史最高哦，是历史最高点。
如果说能够再次，因为财报的原因再次突破267的话，那就会意味着日线上这个3买就成立了。日线上这个3买成立之后，可以继续往上生长。所以说，底仓可以一直拿，底仓首先是可以拿。那么就看你在财报之前，那么你在财报之前呢，就是周一和周二的白天，它这个在1小时上在什么位置，或30分钟上处于什么位置？那么最好是能够到30分钟中枢之上去，这样的话能显示出一些强势表达。但是目前即使在30分钟上，它也没有跌破这2根均线，你发现没有？也是在120天和200天120周和200周这个均线之上。所以说，即使是在这个短周期上，它也没有明显的这个走弱迹象。所以我的建议啊，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里已经出现了2次下跌之后，短期的话，如果说你30分钟，看你30分钟能不能够做，30分钟不想做的话，那就看这里5分钟让我们，因为今天大家来的人比较少，我们可以多分析一下，分析稍微细一点。那么这里的话，5分钟上这里也没有中枢。这个位置现在5分钟上也不够清晰，那么1分钟上的话，1分钟上这里有中枢了，所以说呀，1分钟上这个中枢级别就太短了，只适合是这个超短线啊，做日内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想做这个的话，就什么时候它能够强势突破1分钟这个中枢的时候，比如说你去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不背驰的时候，然后它如果说给你有回落的话，你买这个回落，而不是说不去做它这个震荡，相当于在1分钟上它这个最小周期的这个中枢都没有选方向，那么你宁可多等一等。所以说，如果说做多的话，我建议再多等一等，什么时候给到我了强势表达了，这个进入段这个离开段明显比进入段强的时候，我宁可买这个回落，我也不去现在我就预判它啊可能是要往上走，那你是相当于这个预测了，对吧？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说能够盯一盯的话，就看它什么时候对这个1分钟的这个中枢进行一个强势的突破的时候，那么你再去这个进场操作就更好一点。这样的话，但是目前只要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它都有形成3买的希望，可以再往上走，因为马上财报了。但是呢，最差的就是，比如说出财报了，然后直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那是相对的这个差一点。那最差的当然是砸穿这个中枢，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如果说从现在的价格到120天14%，如果说这个 AMD 财报特别差的话，那就是到这个正好这个中枢的中轨也在这个中轨也在这个附近，所以说到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再买。如果说是相对比较差的，但是具体财报怎么选，这个真不知道。大家最近也看了微软的财报了，还有这个偏那个 Meta 的财报，所以说跟财报数字有时候关系并不大，主要还是它的这个展望，就是对1季度的展望，对这个2026年那个展望。所以说财报这个你要赌的话，就用仓位小一点去赌，或者说就买期权两头压，你这样的话可能更保险一点。但是如果说赌单边的话，那你就自己斟酌一下。我们再往下看，这个 Kenny 有个新朋友 Kenny 问了2个，我们只先分析一个。如果说时间够用的话，我们再调过头来重新那个再分析，再看你分析的第2个。你问了一个 Tempus AI， 也是 AI 相关的，但是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一个这个图形，我们把它稍微修正一下，在周线上有一个大的这个周线中枢，我们把这个周线中枢给它补全。它现在没有脱离这个周线大中枢，你发现没有？它的震荡都在这个周线大中枢里面在震。所以说，用我们最简单的交易策略就是中枢上方的时候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减仓，中枢下方或者是中枢的这个内部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加仓就好了。我们看一下它震荡了多少段，现在这是如果说算成进入段的话，这就1、2、3、4、5、6、7。如果说你把这个前面这个类似一个跳空缺口作为进入段的话，它是1、2、3、4、5、6、7、8。所以说，整体来讲，它现在就是在这么一个类似一个通道式的一个空间内，对吧？
对吧？那么我们把这个线稍微往上推一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通道让它出现的更明显一点，因为前面这里是踩到这里位置，没有到下面这个低点，然后这里高点的话，我们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通道，基本上大概率它就是突到了通道的这个上面你就减仓，到了通道的下方你就加仓也可以。因为通道跟这个箱体呀，跟这个中枢啊差不多，就是一个震荡区间嘛，对吧？你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震荡区间来看就行。所以说，这个简单操作就这样。如果说你不想操作的太细的话，那么如果说想细一点的话，就看一下这笔它现在的内部结构。但是你从周线上来看的话，我们简单从周线上看就知道，这里是有过在它的小周期上是有过这种震荡的，在日线上肯定这里有一个中枢，但是现在稍微不好的就是它这个 MACD 在周线上快下到0轴以下了。如果说这个位置扛不住的话，那就可能要深的往下砸了。所以说我们再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这里有过一次反弹，按照我们刚才在周线上看的很清楚，一个日线中枢。那么你就有了中枢就好判断了，对吧？我们先把这个位置最高点作为一个分割点，就我只看这个分界线右侧的，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分析起来就这个观察的就简单。那么你只需要观察某一段就好了，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说啊，我这个哪个地方都要看。很多人分析的时候不知道分析哪儿，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进入段明显很长，这个离开段现在还没出来，但是你看它这个上冲过一次，两次典型的2次上冲做这个反弹确认，2次反弹确认，这是特别多的图形都这么做，有一个进入段走得很长，然后2次短的反弹确认之后再往下走。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它这里撑不住的话，如果说这个掉头往下走，那就深了，这就走小 B 段去了，对吧？所以如果说你要说有的话，那么这个58.8这个位置，你如果说跌破它的话，你是需要去应对一下，减仓啊，或者说去做一下这个对冲啊，或者说去做空的呀，因为你这个小 B 段你没有办法预测到它是只是跌破前面这个位置就直接掉头，还是说很深的往下走。所以说这个58.8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在日线这个周期。那整体来讲的话，现在图形上不是很好，除非是跌破这个位置之后，弹一次给你一个3脉，然后继续往下走。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看到它出现这种3段的背驰的时候，才可能在这里进，晓得吧？所以说必须要有背驰才可以，或者说它必须要进入背驰段才有可能止跌，或者说才有可能转折。如果说连背驰段都没有进入的话，那它不可能这个掉头的。针对这个 TEM， 我就简单说一下。那么现在毕竟 AI 相关的，都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涨不动了，或者说大家市场对这个 AI 相关的也有点疲惫了，我觉得。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Sherry 朋友问了一个半导体的指数。那接着这个我刚才的话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指数里面这个，比如说英伟达占多少比例，或者说这些跟闪存呢，跟这个这些相关的，因为比如说今天这个 Sandisk 是叫 Sandisk， 闪迪就大涨，因为它昨天出的财报的原因，它这个不知道这个半导体的 ETF 他们这个各个成分是多少。那么但是它的图形我们看一下，它是经过了2中枢上升，那个2中枢上涨，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高低点没接触，是一个趋势上，对吧？那么针对第2个中枢，我们现在先那个比较一下力度，进入段跟离开段，它是突破了等比例的位置339.84，意味着这个离开段是不背驰的，就是说在这个最高点这个位置是不背驰，但是不背驰它也可以有内部有很多小中枢之后，它也可以有回落的，就是内部结构饱满了也是可以出现下跌的。那么现在你观察就是什么时候，如果说这个位置可以减一点了，对吧？已经出现这个强的顶分型，我现在减一点没有毛病，你已经赚这么多了，稍微减一点仓位，然后等待它给我一次有效回落，比如说333到0.382的时候回不来，还是再买，我再买回来。毕竟针对这个 ETF 的话，它的这个震荡的这个，我们看一下每天震荡，这是-2%，今天跌了2%，那么正常的话2%，
基本上它每天在23%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比较小的时候是0.0几，所以说震荡空间并不大，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你不愿意做就继续拿，然后或者说每次回落的时候我去那个加仓也可以。针对这种 ETF 的话是可以这么干的，毕竟它的震荡波幅小的时候，你又是来回想去做差价的话就比较累。所以说这个策略是不一样的，毕竟 ETF 它是一个组合，不像一个单独的一个股票，对吧？所以我的建议是现在先减一点，然后等待这个它再次回落。它如果说不能够到0.382，那就说明这个3买更强了，那就更有希望再突破。但是因为这个英伟达的财报在2月25号出财报，对吧？还离这个是下个月底还有1个月左右时间呢。那么 AMD 的话，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它是下周2出财报。所以说，就看这个这个半导体这个 ETF 它的这个指数里面，你可以观察一下它的那个哪个权重比较大，那针对可能对它的影响可能更大一点。如果说那应该就是英伟达的这个比重最大。如果说英伟达它基本上就横在这里，你看英伟达就一直在这里横着，它的波动比较小的时候，那么针对这个 SOXX 的话，它这个也是一样。但是现在是出现了一点点衰竭的这个迹象的时候，你可以先减一点。这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你的如果说一路跟上来的话，你的这个成本是低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XOXX， 然后因为大家其他人没有再继续问，我们还有8分钟左右时间呢，我们再看一下他问的这个 MRVL。这个也是一个 Marvell Technology， 也是一个芯片呢、半导体相关的一个，但是具体什么业务，就是说这些公司啊，跟英伟达是什么上下游啊，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它就是也是我就只是知道跟芯片相关，但具体的基本面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这是出现了一个小高点，这是在102.77，那么现在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这个是周线上有一笔大的回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财报是出了没出？哦，它之前出过一次财报，是在12月2号。再一次新的财报时间还没有确定呢，这种都是约等于号，还是没有固定下来。那么在周线上的话，它其实是月线的一个离开，月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就从这个起涨点在33.75，那么它是月线的一笔长势离开，那么现在月线上也出现顶分型了，注意了啊，月线上出现顶分型了，而且是这个上影线都非常长，你发现没有？上一个月和本月的上影线都非常长，所以卖压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它这一笔离这个中枢还没有跑出太远，这种情况就很容易被拉回来。那么如果说一旦被拉回来，拉回到中枢上沿的话，15%，到中轨的话25%，所以说空间还是比较大。它现在是偏弱，如果说能够被拉回来的话，这就变成一个二卖了。前面是一卖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二卖，又出现顶分型，所以说。还是怎么说呢？有这种要被拉回来的这个迹象，那你就要小心一点。那么周线上现在是，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那么现在就是说47.09这个上涨啊，你还不能说它的那个完全结束，就这一笔在月线上这一笔，你还不能够说它，这个完全结束，因为它是可以是2次回拉确认，在这里做一个周线中枢之后再上去也可以。因为现在周线上确实还是没有完全下来，尤其这个 MACD 还在0轴以上，对吧？所以这个迹象还是不错的。那就如果说你想买的话，比如说踩一下这个120周，踩一下120周这个位置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前面也是踩过一次。如果踩到这个位置，我建议你可以加一点，起码这里有一个中枢之后，如果说这里有一个中枢，我们看一下它到中枢上沿的空间。如果说踩一下120，我们假设一下，踩到这个120周。到中枢上沿12%左右的空间是可以做的，对吧？如果说踩到这个位置，我先加一点。如果说到了这个位置，它因为是中枢上沿嘛，如果说没有力度了，
你再减，它可以继续往下走，也就是说走刚才我们说那个月线上那个回落了。如果说它这里上去了呢，也可以的呀，对吧？这就是这个做一个空中加油，可以直接上去。那你这个位置没买，那你不是后面如果说要走这个离开段的话，小 B 段的话，那你不就可惜了嘛，对吧？所以说等待它这一笔，我们看一下这一笔现在日线上能不能够结束。我看一下日线上这个图形还是有点乱，把这个给它断开。我现在只关注这个最高点102.77的右侧。那么这个右侧我们看一下，在日线上是个什么结构？也是，这个里是进入段，然后一次反弹，然后再次下，这里有一根 K 线，就是类似一个毛刺儿破坏的这个结构，相当于一笔就砸到这里来了。所以说它现在是3段。那么这3段我们可以简单的比较一下它的这个有点类似等比例的，看目测的话有点等比例的这个位置。好的，我们把其他都清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现在是在0.618，现在是在0.618，也就是说它跌到72才是跟前面这一笔的空间一致。所以说呀，现在而且你看这个 MACD 也是开始趴在这里了 ，MACD 这都是好的迹象。如果说真能踩一脚200天的话，那这个位置可以多加一点，因为它还没到72.6，意味着还是背驰的。那么因为这段又横了很长一段时间，意味着这个小周期上是有中枢，一个明显中枢，有一个进入段，有一个离开段，那这个结构是饱满的，就在1小时上它是饱满的。虽然说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但是你通过日线你就能知道它小周期上在干什么。所以说，如果说真能踩到200天的话，而且没有力度的那种踩，你还比如说给你踩一个很长的下影线，很快拉回来，那你这个位置可以多加一点，很有希望类似前面这里。我们看一下裸 K， 它前面这里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看这里120天，对不对？踩了一个120天的这个踩了一个200天的均线，然后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对吧？这里是出现过这种情况的，然后给你来了一波大涨，这是当时涨了多少？从踩下影线这个位置到这里涨了36%，涨了36%啊！所以说，真的出现这种位置的时候，你要赶进；真的出现的时候，你要赶进。所以说，针对这个 MRVL 的话，就是等待它。现在没有明显的力度，就是说多空力度都没出现，空头也没出现砸，多头也没出现拉。你这时候应该做的就是去它的小周期。如果说你能够做它小周期震荡的话，就做小周期震荡；如果说做不了的话，你就等待就好了，对吧？等待它选方向。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MRVL， 还有1分钟时间。如果说大家有没有提问的？如果说没有提问的话，我们可以最后再，比如说再看一个。博通也可以，博通的话也是，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今天看一下特斯拉吧，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强势表达，明显比其他的这个股票强。那么特斯拉这个回落是够一笔了，首先从这个498跌到这个最低点，周线上是够一笔的。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那么周线上够一笔之后，在日线上它不够，我们把这个移开。在日线上这些只是一笔呀，日线上只是一笔就砸到了现在最低点，但是它的1小时上是一个升级9段的，我们看一下这段的1小时，这是一个9段升级的中枢，前面是进入段1、2、3、4、5、6、7、8、9、10，这就已经超过9段了，就这个中枢级别升级的，所以这也为什么日线上的一笔也是周线上的一笔，因为它的小周期上是出现了升级。那么今天特斯拉是明显是强于其他这个个股的，它也是这个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出了新闻，然后这个 SpaceX 这个就准备要上市，而且要合并这个 XAI 啊，但是特斯拉投资了20亿美元到这个
XAI 那个公司上，反正就那什么嘛。马斯克自己这个就是折腾来折腾去，他自己也是，你从这些能看出来，马斯克是一个非常牛的资本运作的这么一个高手，对吧？这个又是之前买推特，又是退市啊，又折腾来折腾去，你会发现，哎呦，全在他的这个几个公司里面倒来倒去的。然后马上这个 SpaceX 也要上市，所以说这家伙就极顶聪明，然后又是一个资本运作的一个高手。那么，针对特斯拉的话，它可能现在的股价，很多人说它的这个估值高了，它这个价格不是体现在可能卖车，它不能简单的看成一个车企。如果说你把它看成一个车企的话，那现在这个价格可能应该是43，而不是435，对吧？就是很多人我们之前在周末的时候聊天说，你投资公司，你要么投资公司这个非常牛，任何的这个职业经理来了都可以，比如说可口可乐这种公司，任何人来了都可以这个操作它，也不会出现大的错误。因为这个产品就是占领市场，是这个垄断的，或者说你投资这个公司就投资这公司的那个领头羊，比如说投资马斯克，你看好这个人也可以，对吧？所以说那个特斯拉这个公司就是这样的，就是马斯克这个就是以马斯克其实估值在他身上，而不是在这个车企身上，一定要有这个清晰的认识。那么现在就看它这里出现了这个，今天又踩了一下120天，那现在这个底分型好像还没出现，我们看一下比较一下。哦，这个周三的这根 K 线跟周四的 K 线有包含关系，现在包含处理之后，这个底分型已经有了，所以我的建议，你如果说看好特斯拉的话，因为它周线上回落也够一笔了，也出现底分型了，1小时又出现一个9段的，然后这个 MACD 也是开始。你看它这个面积开始慢慢衰减，越来越小，发现没有？越来越小，这个柱子的面积。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看好它的话，是可以来一点的，没有问题。如果说它给你直接微转，当然最好了。那来一个3段的话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你看好特斯拉的话，我个人倾向它是能够慢慢往上爬，是这种模式。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